苏州常住人口1298万，可是呢，街上没有人，景区没有人，商场没人，饭店没人，写字楼没人，工厂没人，就连乡下都没有人。望不招租，不招租，门大吉，望不招租，就是一个招租，没有人。苏州农商银行欢迎您乘坐7号线，本列车终点站长楼，下一站百街，请外放电子设备。在长江的制造业版图中，苏州与昆山曾是最亮眼的明星城市。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台资企业、电子代工厂与外向型制造业，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南下打工，也撑起了当地的财政、就业与房地产市场。然而近几年，一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正在发生：台商撤离，工厂停摆，工人失业，街道冷清，商铺一间接一间关门。这并非个别现象，而是当前中国经济环境的缩影。在我们老家买菜这个东西真的像不花钱一样，但是在苏州这边买菜最低一顿饭是要20-30起的，有时候2个人吃的话可能60-70都是有的，随便加点肉就要60-70了，朋友们。你如果说在苏州要去下馆子，在我们山东啊200以内，我觉得下个馆子是没有问题的。是山东人给我证明一下，我觉得150都可以吃得很好很饱了。苏州这边我觉得2个人下馆子最起码300起，对山东那分量，苏州那分量，山东人懂的都懂。租房成本啊，我这里还不是苏州的一个中心区啊，是比较偏的一个区，总租的话是1800左右，然后加上水电可能1个月就要2000块钱吧。周五的晚上，这是最核心的区域，大家看看客流也就不过如此啊。当年的网红啊，金陵点心局，梧桐姥姥7分甜，关掉了。90后女生在昆山电子厂打工，今年28岁，也是来苏州上班的第7年。目前无房无车无存款，在厂里干着单休的活，月薪刚够7000，对着大城市的高楼大厦，抬头是别人的光鲜，低头是自己微薄的工资。月薪7000，真的像阴沟里的老鼠，累倒不是最磨人的，最磨人的是看不到头。下班看到莴笋在打折，给自己做个素炒莴笋，这份工资撑不起我想要的生活，更谈不上什么未来。博主说，工资这么低，他也想过辞职，可如今苏州到处都是失业的人，他根本不敢轻易走人。在评论区里，有网友留言，若是没有高学历或者特殊技能，辞职没退路，工资7000已经很好了，别信网上说的高收入。江南4大古镇的同里古镇啊，如今冷冷清清。今天还是周末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大街上几乎没有人的。这个路两边的餐饮啊、雅座啊，空空如也，没有人。这家酒吧原来生意蛮好的，现在倒闭了，没人了。对面这家也倒闭了啊，也没有人了，也是人去楼空。这条街我记得前几年来的时候啊，特别的热闹。现在呢，你看左边这一排几乎全部倒闭了，右边还有几家开着，基本上都没有人。2026年3月20号，今天是我来苏州的第18天。今天没有通过任何的招聘软件去面试，因为已经约不到面试了。都说金3银4，但是现在3月份还没有过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反正已经约不到面试了。刚来的时候呢，也会投很多的简历，然后呢，也可能遇到一些已读不回啊，或者是不回的，或者是不读的情况。但是至少每天会有2个面试，而现在呢，真的就是已经约不到面试了。咋回事啊？最近生意不好？你们店的生意最近怎么样啊？我现在的营业额也就只有去年同期的1半左右吧，就是感觉每天卖的钱就在这个盈亏的这个警戒线上面，再少一点我就这个开店就亏钱做生意了。这个店挣钱的时候是他养着我，现在不挣钱了，感觉是我养着他了。我没事了，我自己做点螃蟹生意，卖点螃蟹。然后我不是会唱歌吗？在那个商场里面，还有在那个什么地方，人家请我去，我挣点钱，然后就这个店就这么维持着。有网友劝他干脆把这家店关了，但他却十分犹豫。他说，一旦关店，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工作。更让他担心的是，如果去给别人打工，就意味着上面有老板，身边有同事，关系要处理，
那种被束缚、被管理的心理让他心里发怵。他表示，这家店从开业到现在，他一直在不断尝试和调整，反复推出新品，改变经营方式，希望能把生意做起来，但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。他忍不住感叹，如今开一家店真的越来越难了。这位博主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，如今不少人竟然认为单休，也就是每周只休息1天才是正常状态，而每周休息2天的双休竟然成了奢侈品。我可能之前是在上海工作的嘛，然后我现在是在家里面待了1年，就是自己干自媒体嘛，然后我现在就是想出来找工作，结果我发现这个环境特别恐怖，我才知道双休居然都不是基本的。而且并不是说你说你老板你喜欢压榨员工，我能接受，就是我能理解，但是那么多评论我的人，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老板嘛，他们居然觉得凭什么要给你双休，在他们的思维里面单休才是最正常的，就是我真的无法理解1周要上6天班是常态这件事情，我真的无法理解。拥有1298万人的苏州啊，街道上空空荡荡的，景区里不见人影，商场中啊也是冷冷清清，饭店里更是寥寥无几了啊，写字楼里呢也没有人迹了，就连工厂和农村啊也是一片寂静。以前我们为什么愿意来苏州？说白了，就觉得这里虽然贵，虽然累，但好歹有机会。就是你苦了几年，真的有机会往上走一走，所以大家就愿意扛。现在最难受的地方就在这儿。不是不吃苦，是你苦了半天，越来越看不到结果。你工资涨一点，房子就跟着涨；你职位升一点，生活成本跟着升。人是累得够呛，最后就发现自己还是不太敢买房，不太敢结婚，也不太敢长期留在这里。博主表示，不少年轻人开始重新衡量生活成本，发现继续留在当地的性价比并不高。换一座城市，虽然收入可能下降，但房租更低，压力更小，离家更近，生活反而更稳定。以前都说园区真的是最有钱的，高端商场扎堆一样的在这边开，但是你们了解过商场真实的销售情况吗？我们酒吧旁边，元荣啊、诚品啊、星光啊，服装类、日用品类，周一到周四销售挂零真的是常有的事情，有的店真的已经连房租都补贴不了了。今天是我失业的第127天，年过完了，没了过完年再说的借口，日子就这么真实的堵在了我面前。过年7天就像一场梦，我丢掉了所有包袱，沉浸在梦境里，一切充满了希望，没有现实的压力。今天梦醒了，事业依旧。成年人的梦醒时分啊，远比梦想破灭来的痛苦，来的直接。老婆还在休假，女儿还没开学，3元西红柿，2元生瓜，家里有肉丝，有我在，至少不用点外卖了。也许这是我失业唯一给家里带来的好处吧。看到我身后的一排餐饮店没有？有一个算一个啊，又要倒霉了。因为国家强制要求像这些店也要给员工缴纳社保了。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呢，餐饮店的日子呢都不好过。年初过来，国家最强的禁酒令啊，让这个餐饮店的收入呢直接腰斩。按理讲，交社保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支持？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社保资金的去向不够透明。如果大家担心自己交的钱被挪用、被贪污，或者被拿去填补其他窟窿，心里自然会不愿意。第二，大环境太差，赚钱太难。过去3、4年，像一些餐饮店老板一年赚个几十万、100多万都不稀奇。你让他给员工交社保，他肯定爽快答应。但现在很多店铺只是勉强维持开支，甚至不赚钱。你再要求他承担额外的社保成本，当然会犹豫。江浙沪目前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啊？跟大家聊一下啊。我身后的话是这个日月星半导体啊，进去了好多人啊，基本上一波又一波，大概进去了有个200、300人吧。大概的话，录取率估计有个100人吧，大概是有可能3个人能要1个啊。你像这个厂的话，面试率还算就是高的了。你像别的一些小厂，基本上要7、8个啊，去的话得去7、80个啊，面试率也只能说是1/10啊。如果你目前没在苏州的话，在老家你就好好待着就行了，你也别出来了，出来你也找不上工作。现在的生意难干呐，这么好的农家乐，居然没有客人。空无一人。昆山很多餐饮行业为什么都干不下去？就是因为房东，很多老店都是因为涨房租给逼急了，关掉了。我也是亲身经历者，
我在同丰路开的这个泉州拌饭开了10年，后来为什么开不下去了？就是因为房租。疫情最后1年跟房东是商量的来的，他意思跟我讲说啊，疫情这几年你没赚到钱，我也没赚到钱，就要从我一个开店的人，就是一个租客的身上去赚那个钱，7万8要涨到8万，想想还算了吧，我不跟这种房东再有任何纠结了。博主表示，餐饮行业本来赚的就是辛苦钱，可有的房东看餐饮老板生意不错，往往就开始提高租金。房东清楚，餐饮店投入大，搬迁成本高，老板通常不敢轻易换地方。但如果老板因为高额房租难以为继，最终倒闭关店，房东可能会面临店铺租不出去的困境，损失的还是你们。所以也真心希望房东们能对租客宽容一点，体谅一点。今天中午就出去找工作了，找了1天的工作，到晚上才回来。想找一个长白班，工资6000左右，月休4天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现在大多数的工厂都是2班倒，又不想上夜班，附近的小厂吧，时间又太长了，8点上到9点钟，还要加班，到家都要11点钟。160一天不包吃，12块钱饭补，吃吧还可以，就感觉时间太长了。报名了一个电子厂，200块钱一天，10天的工期，先干着吧，有合适的再换吧，挣一点生活费，维持点生活。现在在外面房租吃喝都要花钱，不能天天在家闲着。苏州失业率飙升，许多公司大规模裁员，断崖式的降薪比比皆是，就业形势真的堪忧。一些求职者纷纷转向考公、考编或考研，然而这些选择往往让人陷入漫长的备考周期，甚至有人选择转行做了快递员、外卖员。令人唏嘘，寒窗苦读多年积累，是否就此换来如此不理想的工作呢？在当下动荡的经济环境中，稳定的工作和固定收入显得尤为重要，是不是也成为了许多人追求的目标呢？不要再来江浙沪讨生活了，我一个劳务都劝你不要再出来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目前的行情到底有多差，江浙沪一夜之间变天了，大部分企业已经饱和。我说这话只有外出打工的人才会听得懂。说实话，现在即便是有空缺，那也是上一批人跑路留下的。以前你看不上的你所谓的那些烂厂，现在你想进都进不去。咱们待会儿去打电话问一下房东啊，到底怎么情况？现在生意不好做吗？还是他租金太贵了？我感觉租金贵了吧？应该是的。就是这间那个小喜哈尔滨烧烤啊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这个有个小喜哈尔滨烧烤在转让。我住的您哪位？不，我要租的嘛。租金大概多少？租金18800。18800，那相当于是22万1年啊。对的。苏州关前街位于姑苏区中心地段。一直以来都是当地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，因此博主对此感到十分意外。这样人流密集、地段优越的地方，烧烤店竟然也难以维持经营，最终不得不转让。他感叹，如今不少老百姓手头拮据，消费变得更加谨慎，大家都不敢轻易花钱了。好好的和苏州道个别吧，别来苏州了啊！苏州这边现在没有你们工作啊，真的太难了找工作啊！你们给看一下啊。这是今天去面试的，现在呢100多号人啊，就是因为卡比例，男女比例1比1才能进场。今天去的男的太多了，去了50-60个，女的只有20-30个。真心劝大家，如果说你们想找个活的啊，不要去找那种有男女比例的厂啊。如果说你们这个时候在老家的话，没有来的话，就不要来了啊！真的，江浙沪这边找工作太难了啊！真的不适合你们过来。苏州现在的现状讲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你不光不信，说不定你还想哭。苏州现在是卖菜的哭，卖水果的哭，卖早餐的哭，做宵夜的哭，就连做美容美发的都在哭，卖房子的哭，做装修的哭，送外卖的，跑滴滴的都在哭。在苏州工作的第6天，继上了5天班，放了4天假后，这是我节后开工的第1天。今天的工作安排还是很紧凑的，硬核培训了1整天，还是我们老板亲自培训的，也算是为了后面的工作少走弯路吧。明天开始呢，我也会尝试做售后的，其实我还挺期待的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